小女孩只是祈祷了一下，晚上想吃肉，草丛里的兔子便不受控制的自己撞死在树上。这一幕把老父亲看得目瞪口呆。要知道，在这饥荒年代，连野菜都挖不到，更别说是兔子了。紧接着，女孩又往河里轻轻一举，河里的鱼又神奇般的全部被炸上了岸。我这究竟是捡了个什么闺女啊？原来女孩乃是天上的小福星，因渡劫失败，便投胎到濒死的陌生女孩身上。女孩的父母都在大水中丧命，村长想让女孩的亲大伯收养女孩，岂料伯母却10000个不同意，直言自己家里也受灾严重，已经穷得快要揭不开锅了。村里人虽然也可怜女孩的遭遇，可真落在自己头上，也纷纷拒绝收养女孩。无奈之下，村长决定把女孩送出村。听闻自己要被送走，女孩突然痛哭。就在这时，男人站了出来，抱起可怜的女孩，表示自己愿意收养。殊不知，就是这个决定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。其实男人的家里也一贫如洗，不仅有一个常年体弱多病的妻子，还有一个正需要长身体的儿子。男孩得知自己凭空多了个妹妹，便迫不及待跑到屋里，看着可爱的女孩，便开心地将彩石送给了妹妹。殊不知自己捡到的恰恰是女孩的法力石头。随着法力石的灵气注入女孩体内，女孩体内的法力瞬间被唤醒，内心暗暗决定要好好报答这一家人。这不，第二天女孩只是轻轻一抬手，便让平日里欺负妈妈的心机女摔了个狗吃屎。随后在全家人一起吃饭时，女孩只一口便尝出米糊有问题。妈妈，先别喝。怎么了，福宝？水有毒。女孩给生病的妈妈把了把脉，瞬间预知到妈妈不久后就会因中毒身亡。原来有人在井水里下了药，害得妈妈不到40岁就死了。而且这药男人喝了没事，女人喝了就会生病。难怪妈妈一直咳嗽生病。一旁的母亲怀疑女孩一定是饿出了幻觉，可哥哥却发现了自己这妹妹非同一般，询问妹妹到底是谁干的。女孩再次施展法力，一眼便看到投毒的人正是妈妈那恶毒的邻居。是早上的惠阿姨做的。媳妇儿，我觉得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你这病啊，来得蹊跷，咱们相信他不是坏事。妈妈，别管他，他要杀我。想到早上巧合的一幕，母亲还是决定相信女孩，和孩子爹商量再重新打一口井做饭。接连发生的事让哥哥对妹妹充满了好奇，询问妹妹有没有能惩罚坏阿姨的办法。女孩只是灵机一动，便想到了一个方法。福运多多，灾祸转移。话音刚落，女孩的母亲咳嗽瞬间停止，身体感觉格外的通畅。反而另一边，心机女突然感觉肚子一阵翻江倒海。我的娘，我肚子还疼啊！我赶退。转天家里的粮食见底，于是父亲决定上山打猎弄点野味回家。可女孩掐指一算，便预知到仅凭爸爸的一己之力，在这灾荒之年铁定会颗粒无收，于是立刻主动表示要跟着爸爸一起上山。等上山后，父亲就明白了女孩的用意。一棵还没成熟的柿子树，女孩只是手指轻轻一指，一颗颗成熟的柿子便纷纷从树上自己掉下来。随后女孩只是坐着用意念想了一下，转眼间2只膘肥体壮的兔子便自己撞在树上。打了大半辈子猎的父亲第一次见识到现实版的守株待兔。紧接着更是在插鱼的时候，女孩只是轻轻一点，便瞬间召唤出了湖里的鱼。哥哥，这边，那边，那边，好，那边，那边，到那里。小弟，爸爸，咱们回家吧。我这究竟是捡了个什么闺女啊？父亲满载而归，很快便吸引了眼红的心机女。他诬陷男人一定是偷了村里的救济粮。要知道灾年多少人到山上半个兔子影都没见到。随后更是厚脸皮的要上手抢夺，被男人一把推倒在地上后，便撒泼打滚，故意叫唤着把村里所有人招来。相信男人在众人的压力下定会乖乖交出东西，岂料自己的诬陷之词被村长一口驳回。因为村长亲眼看见男人上山打猎，并且自己正准备拿粮食换取男人的肉，眼看自己的谎言被拆穿，女人识趣的就要回家也拿自己的粮食换肉。殊不知自己的老公刚刚偷了村里的救济粮，正往家赶。阿姨，你家不是有肉吃吗？